赵婆婆，药放桌上吧。赵川，他今日又没有想起什么？早上吃粥的时候，他把咸菜夹到碗边了。你昨日说，他小时候不爱吃咸的，每次吃粥都把咸菜夹给他爹。他记不得你，也记不得他爹，但手还记得。你为什么哭？没事，风大迷眼了。你每日都来，我认识你吗？你不认识他，但你昨日睡着的时候喊了一声娘。娘，先喝药。赵川，出事了！又是哪家孩子临上山反悔了？不是，仙门的人提前到了，收徒队，是押归人的车。人在哪儿？镇口。那人手里攥着一条发带，我看着像你姐当年上山时系的那条。你带这么大包东西干什么？仙门又不是逃荒，人家愿意带什么就带什么，关你什么事？我就是提醒他，听说入归云第一课就是断尘，带那么多人间东西，上了山也得扔。我不扔。不扔你还想修仙？我哥哥上山前把这个给我，他说等他成仙回来就给我买新的。我带着这个上山，他看见了也许会想起来。他哥哥是不是7年前送回来的那个归人？是，回来以后谁都不认识了。到了山上，记得听仙长的话，别跟人争，饭要吃饱，天冷加衣。娘，我是去修仙，又不是去学堂。修仙也要吃饭啊。等我入了仙门，就没人敢说我们林家是打铁的了。娘，到时候我把你接上山。好，娘等你。怎么还有归场车？不是说归人10年一送吗？归云仙门奉掌门令，送退山弟子1人回灵仙镇。此人尘缘已断，道心已清，交由归人院接引。归人院接风人何在？许兆川来了。归人院那个？他最会认那些不认人的人。我是归人院接行人许兆川。归人已送到，请接。姓名？归人已断尘名。送归人院后，由你们另立俗名。他自己的名字呢？既已退山，仙门名册除名；既已断尘，人间姓名无用。一个人活着，名字怎么会无用？这是我姐的东西。你姐？赵川，是知瑶姐那条。我记得，她上山那日，你娘亲手给她系上的。这发带是谁给你的？不知道。许之遥，你认识吗？不能丢。谁说的？他归心已断，不可逼问。你再想想。他说不要上山。退开。是瑶姐留的。这件事，仙门会查。
仙门若会查，他就不会把话送到我手里。今日收徒照旧，照旧。那我也上山。你不是被选中者，我不是去修仙，我是去找人。师兄，退山贵人已经送到灵仙镇。路上可有异样？贵人似乎一直攥着一条发带，柳师妹说，那东西可能与10年前的许之遥有关。许之遥是谁？师兄不记得，他曾是外门弟子，后来因道心不净，被关入。被关入哪里？弟子失言。下去。许之遥，赵川怎么不说话？你上山以后，是不是就不回来了？谁说的？他们都说，入了仙门就脱凡尘，脱凡尘是不是就不要家了？傻，人走得远，不是为了忘记家，是为了以后回来时能把家护得更稳。那你会回来？会，等我成仙就回来接你。赵怀安3年前送回，孙应13年前送回，李逢春23年前送回。再往前，嚯，归人院的账比我家棺材铺的账还乱。找共同点，共同点有啊，都上过山，都被送回来，都不认人，都让家里人哭得像给活人办丧。等等，这些贵人送回前都被记了一句话，他们都是因为想回家才被送回来。想回家也有罪？你真要上山？你知道你不是仙门选中者，上不去吧？总有办法。办法是有，但都不太像人走的路。归云仙门每10年收徒，走的是正山道，但以前镇上人给山上送米送柴，走的是这条旧驿道。后来仙门嫌俗气，把驿道封了。能通到哪儿？断尘殿后山，但中间有一段锁魂林。据说以前有想逃下山的弟子走过，后来全都迷了。够了。什么叫够了？我是在吓你，不是在鼓励你。平安，你留在贵人院。凭什么？你记得镇上所有人的家谱。若我在山上找到归人名单，需要有人在山下对照，而且归人院不能没人。如果这个人醒了，再说出我姐的线索，你要记下来。行，我替你守着。赵川，你姐当年上山那天，我也在。她给我买过一串糖葫芦，说让我以后少骗你去棺材铺玩。如果她真在山上，你告诉她，这里还有人记得她，不是只有你。入山第一规，过登仙桥后不许回头。为什么不能回头？回头一眼，心便乱一分。归云仙门修的是清明道，牵挂太多，路便走不远。那如果我上山就是为了找哥哥呢？我哥哥7年前上山，后来他被送回来，不认得我了。我想上山问问，为什么他不认得我？
你若入山，自然可以问，但仙门未必会答。我不怕他不答，我怕我不问。我要随队上山。你不是被选中的新弟子。我不拜师，我只找人。归云山不是寻亲的地方，那归人院就该是吗？你们把人从山上送回来，不说名字，不说来历，不说为什么失去记忆，只说尘缘已断，道心已清。那他们的父母、妹妹、妻子、孩子呢？他们该去哪儿问？仙门规矩，不容外人擅闯。那我不从正山道走。你想走旧义路？旧义路早已封禁，那里有锁魂林，进去的人会忘路，也会忘自己为什么进去。我在归人院待了7年，最会的事就是替人记住他们为什么回来。他是谁啊？他是归人院的人。我哥哥回来以后，只有他还叫我哥哥的名字。许兆川，锁魂林里听见谁叫你，都不要应。为什么？因为那里面最会学你心里想见的人。你一应，他就知道你最舍不得什么。多谢。刘师姐，要不要拦他？继续上山。想娘想妹想回家，全都算道心不净。那这仙修的也太不讲人情了。兄弟，你可千万别这时候死。赵川上山前把你交给我，我要是把人看没了，他回来能把我家棺材铺拆成柴火。醒了？断尘，断尘什么？断尘殿。不要写名字。什么牌？谁的名字？你说清楚点。写了就会被记住，被记住就会被拿走。淮安，你去哪儿？断尘牌，你知道？入山第一页，写下最想回去见的人。写下以后就清了。我写了娘，后来我就不想娘了。可我喝药的时候还是想吃蜜饯，我不知道为什么。因为你小时候怕苦，你每次喝药都要娘给你一颗甜的。你是我娘吗？是，我是你娘。这事麻烦大了。赵川，你最好跑快点。那帮仙人好像不只是让人别回头，他们是在把回头的念头先记下来，再一点点挖掉。你要是走不动，就把包给我。不行，一只破拨浪鼓而已，有这么重吗？我怕别人拿走。喝口水。别还没见到你哥，先把自己走没了。谢谢。我不是帮你，我是怕你拖慢队伍。过此桥便是归云山界，按规矩，过桥之后不许回头。若回头呢？回头看一眼也不行。若回头，便说明你还有放不下的人，仙门会记下。记下以后呢？以后修行时会用到。怎么用？我只说规矩，你们自己决定。师姐，这不合流程。我说，自己决定。爹娘，我上山了，我会回来。师姐，他回头了。我看见了。我就是看路。
赵川，赵川，回头。锁魂林里，听见谁叫你都不要应。赵川，你小时候不是最怕一个人走夜路吗？你看，你还是没变。赵川，别去了，你姐姐已经丢了，娘不能再丢你。我知道你不是她，我娘不会这么说。她若真在这儿，只会让我把你姐带回来，然后骂我走得太慢。姐姐，母亲，赵婆婆，周平安，归人院里的归人。赵川，回头！别去了，山上没有你要找的人，你救不了他，你连自己都留不住。我不是不怕，我怕我上山以后发现他真的忘了我，也怕我找了10年，最后只找到一句别问了。可我更怕，我明明收到了他的求救，却装作没看见。许之遥让我不要上山，可他把话送回来，就说明他知道我一定会上山。旧驿道已封，外人止步。我找许之遥。许之遥是谁？你真的不记得？我该记得。不要上山。你认识他？不是你脑子记得，是你这里记得。擅闯旧驿道者，押回山下。你若真想压我，刚才就出剑了。断尘殿今日收录新弟子，你若现在过去，会死得很快。我不是来活得久的，我是来问清楚，为什么我姐说不要上山？为什么归人回家却不认得家？为什么你听见他的名字会疼？我没有疼。你有。我只是不想在旧驿路上多生事端。你若被断尘殿发现，与我无关。多谢，我没有帮你。入断尘殿后，每人取一枚断尘牌，牌上写下你心中最牵挂的人，或最放不下的事。写完之后，将牌挂入殿中。此后入山修行，需记住一件事：先路向前，不问来处。这些旧牌都要送去归心阁。少问。我就是觉得奇怪，新弟子写的是牵挂，为什么最后都要封进归心阁？不是说断尘牌只是让他们明心吗？你刚入外门，不懂规矩。写在牌上的东西，都是以后修行时最容易乱道心的东西。提前收好，方便掌门和长老们护他们清修。可若他们以后想回去看看呢？入了归云，还想回去的人，最后都在归人院。原来不是归人忘了才被送回来，是他们先写下最舍不得的东西，然后那些东西成了仙门日后抽走归心的凭据。姐，你从来没想忘。他们写下的名字，最后会去哪里？写下你最放不下的人或事。你不会要写你哥哥吧？你不是为了找他才上山吗？万一写了以后，仙门不让你找怎么办？柳师姐，如果我写了哥哥的名字，是不是以后就不能再想他了？师姐，你可以不写名字。师姐，这不合规矩。写你为什么想找他。可以吗？我说可以。我想让哥哥想起我。你放不下什么？
我没什么放不下的。你娘会高兴的。师姐，后殿旧牌被动过。谁？还未查到，但守后廊的弟子说，看见一个青衣人影。先不要声张。可若是外人擅闯断尘殿，我说，先不要声张。归心阁灯月夕，什么灯？他藏的，许之遥藏的，许之遥藏了归心灯。杨桑，许师姐。许之遥这些年不是单纯被关着，他在仙门里替这些被抽走归心的人偷偷留了最后一点线索。这姑娘真是自己都没回来，还顾着别人回不回得来。二狗，二狗，平安哥干啥？跑一趟山脚，找许兆川。赵川哥不是上山了吗？那就追到山脚，追不上就交给任何一个归云山下来的弟子，告诉他们这纸上的事关乎许之遥。平安，你这是做什么？班长，他们山上要是说没有这回事，我就把这些人一个名字一个名字念给他们听。擅闯断尘殿，偷取旧牌，你知道这在归云门规里是什么罪吗？不知道，我只知道这牌上写的是我姐的字，她的东西我要带走。他写了什么？回去。他为什么要回去？因为他答应过我，成仙以后回来接我。这块牌后来会被送去哪里？你知道？归心阁。归心阁是什么地方？赵怀安写了娘，他现在认不得娘；陈桑写了妹妹，他现在认不得阿离；我姐写了回去，他现在在哪儿？我不知道。那你想不想知道？你不能留在这里。你要抓我？为什么？归心阁在后山西侧，这面玉牌只能开第一道门，后面的路我也没去过。多谢。别谢我，若你查不出东西，我会亲手把你押下山。若我查出来呢？那就让我知道我这些年守的规矩到底守住了什么。刘师姐，可有发现？没有。旧牌似乎少了一块。我会查。赵川，姐，他们只是曾经想回家。掌门要在归一大典熄灭归心灯，一旦灯灭，所有归人都再也想不起归处。赵川，去找。我说过你会死得很快。你不想知道他为什么留了你的名字吗？他没有留。你怎么知道没有？沈归一，你真以为你没有归心吗？
离那盏灯远一点，你怕我碰它。归心阁内的任何东西都不是你能碰的。如果它和你无关，你不会紧张。我不紧张，我只是奉命守阁。那我问你一个很简单的问题：归心阁里这么多灯，为什么只有这一盏被遮起来？再往前一步，我押你去戒律堂。押我可以，但在那之前，你至少该知道自己丢过什么。我什么都没丢。真没丢的人，不会听到一个名字就疼。许兆川，别以为我让你走到这里，就是不敢动你。你若真想动我，再就一道就动我。你拦我是职责，你若真想动我，再就一道就动我。你拦我是职责，你放我是本能。你自己不觉得奇怪吗？别逼我，我不是来逼你的，我只是想知道，我姐到底留住了什么？也许这盏灯里有你的答案。他为什么要给我留灯？我也想知道。我不记得他，但他记得你。戒律堂的人来了。沈师兄，掌门有令，归心阁即刻封闭，阁中一切旧灯全部转入皈依大典。皈依大典是什么？归云仙门每100年一次的大典，以归心灯洗炼道基，助弟子斩尽尘念。说人话，灯会灭。沈师兄，请开门。你还要守这座阁吗？拿着。你现在算帮我？不算。我只是想知道他为什么替我留灯。从这里出去，走到底是断尘殿西侧偏廊。你呢？我守门。沈师兄，阁中可有外人？没有。那为何归心灯少了2盏？我取的。掌门，归心阁已开始封闭，只是沈回一似乎取走了2盏灯，他还是碰到了。是否召他问罪？不急，灯在他手里，笔在阁中，更能让他看清自己。山下那个许兆川已经混入山中，他带走了许之遥的断尘牌，又进入归心阁。许之遥啊，当年若非他私藏归心灯，归人院那些人早该彻底清净。他坏了规矩。他不是坏了规矩，他是心太软。心软便不适合修归云道。皈依大典提前到今晚。今晚收徒之后，所有新弟子的断尘牌，连同归心阁旧灯一并入阵。新弟子初入山门，归心尚未安定，若此时入阵，会不会太急？阵营尚未安定，所以要早些斩，拖得越久越疼。是。归心是世上最伤人的东西，既然舍不得断，我便替他们断。奇怪，怎么了？我刚才好像想不起来我娘刚刚站在哪儿了。皈依大典，师姐，大典怎么提前了？有福威，掌门有令，断尘牌入阵，不可擅动。他们刚入山，还不知道这些牌会做什么。知道与否，不影响规矩。至少该让他们知道。你今日下山之后，
言行多有偏差，掌门会问你。沉香，沉香，我哥哥叫沉香，我不能忘。柳福威，退下！你想在断尘殿拔剑？弟子柳福威，请暂缓断尘牌入阵。理由是，新弟子尚未冥界，不该背着归心。荒唐！你在质疑掌门？是。拿下柳福威！所有人听着，报警你们带来的东西，记住你们写下的那句话，不要让它从心里掉下去。徐兆川，你最好真的查到了什么。赵川哥，平安哥让我把这个给你。平安哥还说，他说你要是见着知瑶姐，就告诉他镇上还有人记得他，不是只有你。下山。我不敢下去了，山门那边全是仙门弟子，我跟着你吧。赵谦哥，我跑得快，送信这事儿我能干。柳福威，归心灯不可离格，拿下他！你们说，断尘是为了让弟子心无杂念，可我问你们，赵怀安想娘是杂念吗？林石想让母亲不用求人，阿离想让哥哥想起他，是杂念吗？如果这些都是杂念，那你们收上山的不是弟子，是一群被掏空来处的人。放肆！这盏灯是许知渊留下的，他说归人不是失败者，他们只是曾经想回家。我哥哥呢？我哥哥的灯也在吗？只要灯还亮，他就不是再也想不起来。掌门召，归达1点要开始了，在哪里？上清殿。拦住他！沈归一，你也要拦介续堂？我奉掌门之命，取2盏归心灯入大典。他带路，你留在这里。我能跑。那就跑去告诉所有新弟子，归心灯还没灭，别忘自己写过什么。好，我娘左眼角有痣，她送我上山时拿着我的旧衣裳。归心灯若灭，你姐姐会怎样？我不知道，也许会像赵怀安那样，记得喝药要吃蜜饯，却永远不知道为什么。也许会像阿离的哥哥那样，看着亲妹妹，只觉得她吵。也许他会站在我面前，问我是谁。他不会，许之遥不会轻易忘。你想起他了？没有，但我希望我想起。徐兆川，你终于来了。你知道我会来？有归心的人总会来，只是来得越深，伤得越重。我不是来听你劝的。那你是来救谁？我姐，归人院里的人，还有那些刚刚写下名字的孩子。你救不了这么多人，那就从第1盏开始。那我便让你看看，归心为什么不能留。
这些是龟心里的声音。是。他叫云火。云侯，你私自下山，护山大阵无人承守，你知不知道会出事？我知道。那你还回来？姐姐，他在喊我。天阙，我修仙是想有一天家里再遇见这样的雨，我能赶回来。你说归心是根，可我见过归心害死修仙者，也害了他本该守住的人。云红死后，我用了10年才明白一件事：仙人若有归处，便会偏心，偏心便会回头，回头便会误事。若这规矩能让后来人少痛一点，有何不可？赵怀安不痛了，他看着亲娘问他是谁。阿离的哥哥也不痛了，他听见妹妹哭，连眉头都没皱一下。你要的不是让人少痛，也是让人连为什么痛都忘了。阵法在吞灯。徐兆川，你救不了所有人。我没说我要救所有人。那你还不退？我只是不想让你替所有人决定，他们该不该忘。哥哥叫陈桑，我叫阿离。哥哥答应给我买新的拨浪鼓。我娘左眼角有痣，她送我上山时，拿着我的旧爱扇，她说什么来着？告诉所有新弟子，归心灯还没灭。别忘，我们写过什么就喊什么，喊出来，别让它掉下去。谁让你上去的？下来！阿离，你哥叫什么？陈桑。你娘长什么样？左眼角有痣，他送我上山的时候拿着我的旧爱扇。为什么不是这样？淮安，吃甜的。你小时候喝药，娘都给你甜下的。你是谁？赵淮安，临仙镇南街人，10岁发高烧，喝药嫌苦。赵婆婆给你蜜饯。15岁上山，临走前你说要让你娘住大屋。是，你说过的。都要灭了，归心都要灭了！来人，都过来！念，照着册子念，每个贵人的名字、家里人、爱吃什么、怕什么，全念出来。山上在抢他们最后一点记忆，你们再不念，他们就真的什么都没了。赵淮安，娘叫赵桂枝。你小时候怕狗，怕打雷，你最爱吃甜米糕。你不是没人要的贵人，你是我儿子。主子，娘给你缝了新衣裳，你还记得吗？赵川，山上有灯，山下也有人记着。你看，你以为归心只是一个人心里的牵挂，其实不是。归心是有人在等，有人在记，有人在你忘了自己的时候，还一遍遍告诉你你是谁。凡人的呼唤，挡不住归一阵，挡不住，但能证明一件事：他们不是负累，他们是归处。归处会让人软弱，
那云红当年下山救人是软弱吗？他死了，所以你恨归心。可他下山时是为了救人，你凭什么把他的选择改成所有弟子的枷锁？归一，连你也要被归心拖住。弟子不知道许之遥是谁，不知道他为何替我留灯，不知道我为什么听见他的名字会痛，但弟子想知道。你的归心灯呢？归一盏不是靠所有归心灯运转，它还有一盏镇眼灯。那是云红，闭嘴！你说归心不能留，可你自己留了云红的灯，你懂什么？我留他的灯是为了记住归心会害人，是为了让自己永远不要忘记，仙人若回头会付出什么代价。你留着他的灯，不是为了记恨归心，是因为你也舍不得忘了他。掌门，这也不稳。温掌门，你不是没有归心，你只是把自己的归心换成了刀。天阙，他还在。他早就不在了。若他真的不在了，你为什么留着这盏灯？你以为你懂人间几分牵挂，就能来教我？我不是来教你，我是来问你，你明明知道舍不得是什么滋味，为什么偏要让所有人都忘？掌门，我入门时，师父教我归云道贵在清明，弟子一直以为清明就是不被凡尘拖累。可今日弟子想问一句，一个人连自己为什么上山都忘了，他的清明是真的吗？柳福威，掌门面前不得放肆！弟子不是放肆，弟子只是第一次知道，原来我手的每一块断尘牌后面，都有一个人被拿走了回家的念头。唯一，你也这样想？弟子不知道该怎么想，但弟子想记起来，哪怕记起来之后会痛。痛有什么好？可是痛说明那个人真的来过，真的爱过，真的有一条路想回去。你若不痛，你还记得云恒吗？天阙，我没有让你忘。掌门，朕也在抗战。我想起来了。想起什么？我娘送我上山的时候，说的不是要我成仙，她说要是山上冷就回来，她还说别逞强。我哥哥以前也说让我别哭，他每次嘴上嫌我吵，还是会把糖留给我。继续念，快，谁都别停！你们要是自己都不记得，山下人怎么替你们记？我爹叫沈老三，他做饭很难吃，但每次都说自己做的是仙叶。我家门口有棵歪脖子槐树，我娘说我若拜入仙门，就回来给那棵树挂红绳。只是还压阵吗？先别动。可是掌门令，我说先别动。好，你给我下来！下来就下来，凶什么？刚才还不是我喊的管用。你是赵怀安，娘叫赵最苦，小时候喝药一定要甜。赵怀安，15岁入归云，临走前给你娘磕了3个头。你说等你学会仙术，就治她的腿，还疼吗？疼，老毛病了。你小
小时候就说要给娘治。娘。哭什么哭？想起来是好事儿，一个个哭得跟出殡似的。我家棺材铺今天可没开张。你少说两句吧。灯停住了，什么意思啊？有人在山上叫醒了镇眼。赵哲，你小子可以啊！还不够。掌门的镇眼灯不肯出来，为什么？因为掌门自己不肯承认他想回去。许兆川，朕心不能硬闯。皈依阵会反噬没有灵力护体的人，那你们有更好的办法吗？文掌门，你说云航因归心而死，那你有没有问过他后悔吗？人死了，后不后悔还有什么意义？有，因为你把他的死解释成了归心的错。如果他没有后悔呢？如果他救下那个孩子时，并不觉得自己被归心害了呢？如果他最想让你记住的，不是别回头，而是不要把回头当成错呢？住口！你怕的不是归心害人，你怕的是承认云红到死都没有错。是为了让你自己不再疼。放肆！让他说完。许兆川，回来！天阙，我不后悔。我救那个孩子，不是因为我忘了仙门，是因为我记得，我修仙原本是想护住他们。可你死了。人都会死。天阙，别让他们为了怕死，先把自己活成空的。我只是不想再看见他们重蹈覆辙。那就告诉他们风险，教他们怎么回来，给他们选择，而不是替他们忘。云皇，掌门不可！这是归虚中。护山究竟被惊动了。那是什么？归云仙门真正的禁地，所有被彻底斩断的归心，都在那里。赵唐，我在断归门里。姐，别让门关上。这一次，我不关门。别硬碰，这是断归门，不是普通禁制。我姐在里面。斩不断。怎么开？我问你，怎么开？断归门不是用钥匙开的，那用什么？用归明。归明是什么？一个人彻底被斩断归心之后，他的归处会从世间消失。他的家人还记得他，可他不再觉得那是家。他的名字还在，可名字回不到他身上。这个被斩下来的名字就叫归明。我姐的归明也在上面。
之遥。姐，我来了。不够。什么不够？断龟门锁住的不止许之遥，单独换回一人归名，门开不了。要多少？不是多少，是要有人在世间记得他们。归名无人换，便只是死字。山下能开门。周平安的旧册，来得及吗？赵熙，别只喊我，喊他们。周平安，听不到。周平安，念名册。传声符。师姐，传声符只能传仙门令，不能传到山下凡镇。规矩以后再说。传不出去。归云山护山界原本就是为了隔绝凡尘，那就打开。你刚刚说不关门，现在山下的人能救门里的人，你还要拦吗？归人命。都别停！归云山上要听名字，他们要名字。谁家有人被送回来过？谁家有人上山没回来过？全念！赵淮安，赵淮安，陈桑，陈桑，豆腐坊陈桑，他有个妹妹叫阿离，小时候怕黑，爱吃豆腐皮。我家哥哥20年前上山，再没回来，也要念吗？念，只要你记得，就念。孙应，他小时候总把旧帕藏在袖里。洛怀，他走的时候孩子还没出生，他不知道自己有儿子。洛怀，许之遥，灵仙镇许之遥，10年前入归云，汉如莽，他给我买过糖葫芦。他说许兆川嘴硬心软，让我们多照看他。许之遥，他小时候帮我挑过水。许之遥，他在学堂读书，字写的最好。许之遥。李逢春，洛怀，白敬良，许之遥。长宁，别怕，若有一天你忘了自己是谁，我替你记着。想起来了，一点，他救过我。里面危险，不能贸然进。赵超，我先，我欠他一盏灯。我来接他。这里在吞归心。姐，陈桑，你妹妹叫阿离，她还留着你的拨浪鼓。
答应给他买新的。喊名字有用，那就一个一个喊。这里太多了，那就能喊几个，喊几个。李逢春，你家门前有条小河，你说过修成仙就回去治水。孙应，有人记得你袖中藏着旧帕。白青娘，灵仙镇有人在等你。他家里是卖酒的，周平安册子上写过，他最会酿桂花酒。白青娘，你家卖酒，你会酿桂花酒？桂花要秋后摘。你不能再往前了。他就在前面。姐，赵河，你长高了，怎么还是这么瘦？你记得我？记得，我怕忘了，所以每天都在心里喊一遍。徐兆川，我弟弟，嘴硬，怕黑，小时候吃糖糕总要留最大一块。常宁，别怕，若他们要拿走你的归心，我替你留一盏。我忘了，不是你的错。你为什么不出来？我若出来，这些灯就灭了，他们已经没人记得自己了。我能做的，只是替他们守着最后一点火。现在有人记得了，山下在念他们的名字。姐，我们带他们出去。那是什么？断归影。什么东西？被斩断的归心太多，时间久了会生出怨影。他们没有名字，没有来处，只会把还亮着的灯拖回黑暗里。不能让他们碰到灯。这是我造下的门，我来开路。这些都是被斩掉归心后没能回去的人。他们还能醒吗？如果有人还记得他们的名字，就能醒。见斩不开。他们不是尸体。陈桑，你妹妹叫阿离，她还在断尘殿里抱着你的波浪旗。阿离，不是用剑，用名字，用他们在人间留下的事。白青娘，你家卖酒，你会酿桂花酒，秋后摘桂不能沾露水。罗怀，你走的时候孩子还没出生，你有个儿子在临仙镇等你。我有儿子。有。徐兆贤、罗毅、刘华、吴六。孙应，你袖中有旧帕，是你娘亲手给你缝的。李逢春，别忘了水声。你说过，修仙是为了让河水不再淹村。我记不得你们每一个人，但我记得是我把门关上的。你要做什么？掌门印若碎，您就不再是归云掌门了。我若仍用这枚印关着他们，才不可再做掌门。天阙，这一次，我不让他们忘。
名字出来了，快念，都快念！白青娘，白青娘，罗怀，罗怀，顾远山，顾远山，顾远山是我哥，他小时候左耳后有颗痣。回来了，你终于回来了。娘，我可能还会忘一点。没事儿，娘天天给你讲，讲到你都嫌烦。我想让哥哥想起我。阿离，哥哥，我娘说让我冷了就回去。我就说喊名字管用吧。原来不是所有牵挂都会拖人后悔。那以后断尘殿还要用吗？也许该换个名字了。赵川，他们真的有人记得？我早说过，镇上的人记性很好。雪师姐，还是叫长宁好听。我还记不全，那就慢慢记，不急。我错了。你是怕？我怕他们和你一样，怕他们回头，怕他们受伤，怕他们死在归途，所以我不许他们回头。可人不是因为不会受伤才上路，人是明知道会受伤，还是有想回去的地方。我明白了，你要走？我本来就已经走了。天阙，你留的不是我，是你不肯放过自己的那一天。现在放过他们，也放过你自己。归去吧。姐，没事，守太久了，有点累。我们回家。好，回家。娘，阿离，哥哥，我在，我一直在。掌门，我已遂掌门印，从今日起，归云仙门掌门之位由朱长老另议。那您呢？门里还有许多没被记起的人，我会留在归心阁，把每一盏残灯、每一个残名都整理出来，送回人间。徐兆川，我欠林仙镇一个交代。知妖姐，糖葫芦的账我可没忘。那我改日还你。记账，记账！别以为你成了仙门大人物，我就不收。你嗓子都哑了。哼，喊名字喊的，你们山上打架，我们山下也没闲着。谢谢你们，替他们记了这么久。我还没全想起来，但我记得有人告诉我，若忘了娘，就记住天。能记住一点，就能慢慢找回来。哥哥，这是咱家豆腐坊，你以前说豆腐皮最好吃。阿离，是我。
我修仙是想让哥哥再也不用怕自己忘了家。我修仙是想让我娘不用求人，也想让她知道我冷了会回家。柳师姐，若弟子牵挂太重，会不会影响修行？会，所以要学会带着他走，不是假装他不存在。这个姓顾，临仙镇有3户顾家，慢慢还吧，这账厚着呢。喝药。我在断柜门里待了那么久，都没怕过，现在倒怕你这碗药。你还记得？我说过，我记性很好。你还想上山吗？想。以前我讨厌仙门，因为它让人忘了家。可现在我想知道，一个记得家的人，能不能也修成仙？那就去，但有一条，每年回来一次。好。不许装忙。不装。不许像以前那些仙人一样，一走就没影。我会回家。喂，许兆川，你要是上山以后也敢忘，我就天天在山下念你小时候尿床的事儿。你敢念，我就告诉全镇，你怕鬼还继承棺材铺。你别乱说。去吧。回头了。这一次不记罪。